女孩仅是第一次被搭讪，就把对方当做了自己的真命天子。不料第二天，她就被小黑送给了他的朋友。然而这只是噩梦的开始。从此以后，小黑就把维基当成了摇钱树。如果他稍有不愿意，就会被拳脚相加；如果他胆敢反抗，小黑也不是好惹的。维基终于害怕了，这才想起给爸爸打电话，哪知却被小黑发现，及时打断了。不过父亲已收到了消息，然后直奔派出所来求助。虽然来电号码是隐蔽的，但警察很快就破解了，随后就直接拨了回去。可当电话接通后，维基竟谎称自己一切正常，刚才不该给你打电话的。不过这时警察也给他定位，接着立马就赶了过去，然后假装成维修工敲开了房门，哪知恰巧有个老男人刚完事，正好撞到了枪口上。随后警察就表明了身份，要带他回家，可不成想维基竟拒绝了，还撵着警察赶紧走。不料警察却嘲讽，难道是皮条客要回来了？结果竟惹得维基大怒，大喊他是我男友。可警察劝他清醒点，赶紧离开，但维基不准他命令自己，整个警察只好出个下策，以卖淫罪将维基逮捕了。这下看你还怎么反抗。当然这都是假的。回到派出所后，两人赶紧向父母解释维基才14岁，他不是主动卖淫的，他是受害者，我们只想找到害他的男人。父母这才放心下来。与此同时，毫不知情的小黑刚回到酒店，就被守候多时的警察逮住了。可他很有信心，维基不会说他一句坏话的，并且那个傻女人听他的。而维基果然很傻，无论警察怎么审，他坚信小黑爱他。于是警察不得不进行了苦口婆心的规劝。然并卵，维基丝毫不为所动。这下整个警察也没招了，只能绞尽脑汁想办法。好在有人很快想到了一招，可以查查小黑的背景呀。结果不查不要紧，一查竟吓一跳，小黑居然已经结婚了，并且还有2个孩子。而当这个铁证摆在维基面前后，他这才意识到自己错得离谱了。见状，警察赶紧趁热打铁，让维基写下自己的经历。既然是维基已经与外界断绝联系2周了，被迫与几十个男人发生过关系，而检察官也很开明，不会指控维基的，决定只起诉小黑。可这时警察又提到了嫖客们，从法律上讲，维基是未成年，这属于法定强奸罪，必须起诉所有嫖客。然而检察官称没证据啊，于是警察提出了钓鱼执法，而大队长也赞同，如果想制止少女卖淫，就得起诉嫖客，杀鸡儆猴。就这样，检察官终于被说服了。那接下来就是撬开小黑的嘴，获取嫖客名单了。然而这并不容易，起初小黑顽固得很，好在律师帮忙周旋，警察提出了认罪协商，可小黑还想硬挺，于是警察直接明言，你这些罪很可能判无期的。结果一下子就把小黑吓住了。接着警察趁热打铁，让他招供嫖客名单，最后小黑不得不妥协了。就这样，警察通过钓鱼一举抓了7个嫖客。可当剩最后一个的时候，警察从监控里看到了一个人，立马紧张了起来，并祈祷最后一个可千万别是他。哪知就在警察的期盼中，老头还是走进了房间，开始谈起了交易。等到他准备好之后，警察也适时从里屋走了出来，将老头给逮捕了。其实大家都不希望是他，因为老头曾是著名的橄榄球运动员广坤，即使是被抓到了派出所，仍然能收获一帮迷弟。可既然是被抓进来的，那就必须按规矩办事了。很快检方就起诉了广坤，不过却被他的妻子保释了。而就在检察官和警察商议下一步计划时，广坤妻子突然拦住了2人。见状，检察官赶紧主动解释，我们可没下套。不料妻子一语道破，你们这是想引起巨大轰动。对此警察也急忙说明，你丈夫确实和一名14岁少女发生了关系，到时维基会出庭指认的。不料妻子并不否认丈夫干的事，但竟表示是她不知道自己做过了，这倒把警察搞懵了，赶紧问是咋回事。妻子这才解释丈夫最近不正常，一般下午6点后他就不知道自己在哪了，没想到竟还有这种事，听着好像是一种病。随后警察核实了广坤的运动生涯，果然发现橄榄球相当激烈，广坤为此经常受伤，并多次得过脑震荡。可尼克也提出，即使他被打昏了头，也不是强奸的借口。而这时本森也查出了慢性创伤脑部病变的症状，包括混淆记忆障碍，并且判断力差是这种病的典型特征。不料尼克反驳广坤可是2次打电话给同一个皮条客，找未成年少女。这时大队长又带来了一个信息，刚刚广坤在厕所向一位女性暴露自己，而当事人描述广坤跟着我进了厕所，掏出了那东西，我就尖叫了，然后他就站那，好像弄不懂我为什么尖叫。可广坤竟辩解是走错了，现在厕所的标志太容易混淆了，但最后还是被带回了派出所。见状，尼克猜测广坤是在装疯，可本森不赞同，指出广坤的状态跟装疯不相符。接着就向妻子了解起了详细状况，于是妻子就讲述了广坤平时的异常行为，尤其是日落以后就更不正常了。看了医生也没检查出来，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让他离开我的视线，并且广坤去年败光了家里所有的钱，现在连律师都请不起了。而这一下就引发了本森的同情心，随后做了一个可能丢掉警徽的决定，给妻子推荐了一名著名律师。他相信广坤是真病了。随后律师很快就赶到了，这把警探们都整震惊了。而在和律师沟通过后，广坤解释确实是进错了厕所，但警察质疑，可你明明看到里面有个女人呀。不料广坤的回答是光线太暗，我没看清，你逮捕我的时候我就说过了。这可把尼克搞懵了，因为当时他并没在现场，显然广坤又忘记了。
而这时好消息传来，当事人决定不追究了，所以广坤可以回家了。但是强奸罪还是要起诉的，可律师却称无心之过不算犯罪，因此接下来才是双方交锋的重点，而很快就开庭了。首先维基当庭指认了广坤，然后检察官又确认了发生关系时，维基才14岁，便不再提问了，有这些就足够了。接着轮到律师提问了，可他问的广坤有没有问过你的年龄，你有没有对他说你的年龄，他付了钱，你不觉得这是自愿交易吗？等问题都遭到了检察官反对，而法官也都支持了，整的律师简直没法问了。看来广坤很难脱罪了，而这让本森心里也很是过意不去，毕竟是他要求抓捕嫖客的。然后律师又让医生作证，慢性创伤脑部病变损伤了额前叶，这种病人在晚期可能无法记住自己的行为。不料检察官却问广坤的这种病了吗？结果医生回答他的症状一致，但想要确诊只能通过尸检检查脑部，因此检察官得出结论，活着的病人是无法诊断的。医生确定是这样，接着检察官又提出，所以广坤的这种病也是推测，而这也是对的。接着广坤接受了质询，检察官问你是否向维基和钓鱼警员所求过服务，结果广坤很大方承认了，并抨击其他男人对妻子不忠，带着情人吃香的喝辣的，但我可没这么做。接着检察官又问你是不是主动约时间，打车过去付了钱，哪知广坤又承认了，这可把律师愁坏了，但广坤却毫无察觉，还标榜我又不是故意引诱，我不是恋童癖，我以为他们是妓女。结果整个律师实在听不下去了，紧急喊了暂停。随后他郑重叮嘱广坤，只用是或不是回答问题，不要再多说了。广坤也欣然接受了，但实际他并没感觉有什么不妥，这下压力可全给到律师了，摊上这么一个委托人。好在这一天的庭审终于挨到下班了，不过律师却在此时突然站起，要求再一次提问，因为他等的就是这个时间，但却遭到了检察官反对。可律师坚持今晚问完，法官只能不得不加班了。不料律师又问了一遍白天的问题，但广坤不记得认识维基了，也不记得去嫖娼了。随后律师问了他3件事，第一是你和妻子结婚几年了，广坤则回答是25年。第二件事谁是小飞，结果广坤还误以为是自己的队友。第三则是他穿几号球衣，广坤记得是52号。不料刚回答完，律师又重复问你结婚几年了，而广坤却回答是20年。接着又问我刚问你的3件事是什么，这下广坤彻底懵了，他已经完全忘记了。而眼见时机成熟，律师又问你和维基发生关系了吗？不料广坤不仅忘记了维基，还坚称自己没强奸过任何人，并且指着说没和那个女人发生过关系，哪知他指的女人竟然是本森。看来广坤真的是糊涂了，而这都是律师故意为之，因为妻子说过他6点以后病情加重，甚至当律师问你面临什么指控时，广坤都记不起来了。而这一幕陪审团都看在了眼里，本森也很欣慰，终于证实了广坤真有病。休庭后他又对检察官说起了风凉话，我警告过你广坤有病，不料却惹恼了检察官，当即斥责是你要求的钓鱼，是你想起诉所有嫖客强奸罪的，但本森反驳只起诉有罪的，显然广坤不是，哪知检察官却怒斥你没资格挑，只起诉某些人却放过广坤，这将释放检察院给体育明星免罪牌的信号。你既想为维基伸张正义，又想同情广坤，鱼与熊掌不可兼得。本森还想解释，但检察官已经没心情听了，搞得本森心里也很是矛盾。最后陪审团做出了判决，广坤无罪，他可以回家了，只有维基父亲却是意难平。随后广坤在法院外接受了采访，但他还以为是比赛胜利的庆祝。可当发表完讲话后，记者更关心的是他是否得了痴呆症。面对这些浪潮般的提问，广坤有些恍惚了。而这时一名警员想和他合影，广坤痛快地答应了。不料就在这时，他突然做出了惊人之举，竟抢过警员的枪对准了自己，这下可把大家吓坏了，警探们也紧张了起来，命令他放下枪。而在经过一番思考后，他缓缓放下了枪。可就在大伙终于松了一口气之时，广坤竟又突然自杀了。也许他是忍受不了得了痴呆症，也许他记起了自己是个强奸犯，总之最后是以结束生命给了世界一个交代。